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2号星期五，又要周末了啊。今天可能得跑得短一点，今天白天有点忙，有个事儿。正好今天第3个训练日了。我刚才草丛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你看，今天我仍然很慢，对吧？之前说5月份就打基础，把之前几个月的比赛准备打乱的训练节奏，在下训的时候找回来。所以分享一下，练这2个训练周期对我来说就是8天，这样慢跑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感觉，还是很奇妙的。我现在这个速度跑已经不觉得难受了。记得我第一天压速度跑的时候，真的挺别扭的。像这心率，如果这个配速如果我不说话，心率就是135。就是你越慢的时候，周围的影响会体现的越明显。今天天不错，最近都是大太阳。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跟大家聊聊。
其实这段时间每天都是这个强度，进入5月份以来。如果您看频道看得多，应该对我的训练了如指掌，也知道为什么。就是我希望5月份能够把基础再打一打，因为今年的前半年因为各种事情，还有比赛等等，打乱了训练计划。想要在夏训中取得不错的效果，基础还是很重要的，否则你坚持不下来。但是我说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不建议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就做这种，比方说刻意压速度这种慢跑，我觉得没有用，而且浪费时间。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应该想办法更快一些，更远一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跑过这么多年，我明白了几个道理，当然不一定都对，我可以分享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，马拉松训练是以年为单位来计量的，这个相信大家都同意。你看，我开始跑步是29岁，生日刚过，我第一次跑进3小时已经是35岁了，6年了。当然了，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现在大众水平进步的都快。等我真的摸到了2小时40的门槛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已经在身体的巅峰已经过了，已经8年了。我是从2014年开始跑步的，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。人生有几个9年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越快的把自己练到一定的成绩，练到一定的能力，您才能感受到一些训练中的变化和摸索出一些训练的心得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。等我有了速度能力，有了耐力能力以后，我回过头来打1个月的基础，开始慢跑，那我的感悟和一开始就不往快的冲的小伙伴的感悟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慢跑给我带来的是，就这两个周期啊，会更加的怎么说，比较的沉闷，就是状态也开始往下降，就不兴奋。但是这个呢，其实对未来迎接的这个夏训是个好事儿，就是要压一压。这就好像2019年是我进步比较大的一年，那一年其实只有2个变化，一个变化是那一年也是离开北京，在新加坡生活工作，那就是耐得住寂寞，耐得住性子。那时候就是精神状态不好，导致那一年的训练就一直比较的磨练人。另外就是那一年开始空腹晨跑，我觉得空腹晨跑这个回头我再说。这2件事改变了我，所以我也希望今年的夏天之前这1个月的慢跑能够改变我。这是我开始跑步这9年来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控制速度，认认真真的打1个月的基础，原来从来没有过。原来这9年我一直是在我说的那种想办法再快一些，想办法再远一些的状态下训练，就是叫什么呢，还是我认为在新手期，真的是新手期。身体上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是这种速度的跑其实挺累的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的各种的肌肉和姿势的调动都跟平常不一样。那它的意义在哪儿呢？首先是有氧基础，就是你这1个月有氧基础没有耽误，也能力也没有下降，但是呢，你的身体得到了调整。就是你这1个月你的身体的损伤没有那么大，疲劳和消耗还是有，但是损伤变小，这样为你后边几个月的强度训练提供一个基础。如果你完全休息，那达不到这个效果，那你能力就下降了。
然后第二呢，就是这种跑多了以后，会让自己对跑动的感觉更敏感。当然，这也是建立在说你已经有一定的跑步基础的前提下，你回过头来一看，能领悟好多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特别像上学学东西，你可能跟着老师一步一步的学，有的是一知半解，有的是当时认为明白了，然后你再回头一看，你会发现哦，这儿原来是这个意思，那原来是那个意思。就好像你学完了微积分以后，你再回来看好多以前求面积、求体积的这些公式是怎么来的，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。跑步也一样，所以时不时的回头看看。你看之前我分享过，时不时要纠偏。现在呢，我觉得这2周给我的变化就是要时不时回过头看看。然后第三，实质上就是在这种慢跑中，更好的去调整一下自己跑步的感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之前分享过，冲刺跑、快跑是能够培养你动作的经济性，就是你在一个高速下，你的动作是慢慢去形成的。一开始你可能都踉跄，对吧？一开始可能倒不过腿来，跑多了这个就好了。而慢跑呢是另一种方向的训练，就是在慢的过程中，你身体的压力小，就便于你用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去调整一些，可以说是跑姿吧，但是其实也不是，就是你可以感受你脚落地到脚离地的这个感觉。更多的还是感受，而不是调整。就像刚才那段视频里我们超过的那2位跑者，尤其是第1位，他有很明显的跳着跑的感觉。但是这种呢，通过慢跑其实解决不了。你跑快了，自然而然这种感觉就没有了。等你再回来慢跑的时候，就是这种踏这种感觉，而不是一颠一颠的了。所以都是你看，有人说以短促长，有人说以长促短，有人说以快促慢，有人又说以慢促快，这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都不是只做一个就行的。以慢促快是你要先能快，以长促短是你要先有速度能力，以短促长呢，对吧？你又得说，你现在你得先能够说跑得长了，然后再去做短的冲刺，去增加速度能力，让你在长距离上跑得更快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跑步训练也好，饮食也好，那天说到的核心训练也好，力量训练也好，它都不是单方面的。所以我给小伙伴们的建议就是，如果您刚开始跑步，或者还在马拉松训练的路上，或者您认为您还没有碰到您的天花板，那其实就是多跑。一是多跑，二是跑的时候想想怎么能更快，就完事儿了，这特别简单。如果您已经跑了7、8年，觉得自己在一个成绩上一直徘徊不前了，可不妨在夏训之前试试我这个办法。差不多跑到5月底、6月初，开始一个周期的训练，4个月到6个月，然后迎接秋季的赛季，是吧？人不可能一根弦总绷着，差不多就这些，有感而发啊。5月12号星期五清晨6点56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跑短了，今天跑了14.4公里，因为今天一会儿有个事儿，时间上有点紧张了。第3个训练日本来应该是跑18左右，我一般就是第3个训练日最少要保证14，最多呢依旧还是21，看情况。跑得慢啊，5分06的平均配速，198瓦的平均功率。看看其他的，平均心率137，步频196。这就是已经第12天了，虽然中间有休息日啊，从5月1号开始都是这个强度。然后明天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照例还是回平乐，同时呢
明天呢会穿插几组冲刺跑，这样就是4天一个周期，4天一个周期，一直干到我的夏训的训练计划开始，然后就开始按照计划调强度和距离。今天说了说这些事儿，就是还是我的一个观点，跑步马拉松训练真的只争朝夕，小伙伴们。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普通人，等您真的跑出感觉了，跑出成绩了，想再往前进一步的时候，发现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这个感觉我是深深的有体会，深深的有体会。可是你反过来想，如果像年轻人，为什么我老说年轻人有跑步的习惯特别了不起啊？是因为年轻人的性格呀，还有各方面的生活的情况啊、工作呀，他不允许。很多人没有这个首先没有这个兴趣，第二呢，就是没有意识到说自己身体开始需要锻炼。等真正开始的时候，对很多普通人来说都是比较晚了。所以，虽然说有各种科学训练的方法，还是先建议大家只争朝夕，尤其是对成绩有目标的小伙伴们，练到一定的成绩，然后回过头时不时看一看。那行吧，那今天就这么着，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就评论弹幕，然后明天咱们还是聊评论。我今天认真准备，那咱们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，明日见。